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解析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强大的思维工具。这个工具是来自全球畅销书《一周工作4小时》的作者 Tim Ferriss。那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他不是要教你怎么设定那些让你热血沸腾的目标，恰恰相反，他要教你如何系统性的去定义你的恐惧。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透过巨细靡遗的写下你最害怕的事情，来帮助你克服拖延，打破僵局，并且做出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的大决策。我们先从这句2000多年前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的名言开始：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往往多于在现实中。大家可以停下来想3秒钟，这句话是不是真的超有道理？你想想看，不管是你想换工作，想跟心仪的对象告白，还是想跟老板开口要求加薪，那个真正让你卡住，让你动弹不得的，真的是那件事本身吗？还是你脑中对于万一失败了会怎么样的各种灾难性的小剧场？说真的，我们的大脑才是那个最厉害的恐怖片导演，对吧？它才是制造最大障碍的元凶。这个强大工具的起点其实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故事。时间要回到1999年，当时的 Tim Ferriss 还是一个大学4年级的学生。就像画面上你看到的，左边这张照片里，他刚练完舞，跟朋友笑得非常开心，看起来就是个阳光的大学生。但是仅仅1个半星期之后，场景就完全变了。他一个人坐在他那台破旧的2手厢型车后座，车子就停在校园的停车场里，而他脑中正在盘算的，竟然是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阳光灿烂到濒临死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部分，绝望的边缘。Tim Ferriss 他自己回忆说，从他决定要自杀到开始规划，整个过程快得吓人。那是他人生中最接近死亡的时刻。那最后是什么让他停下来的？说来讽刺，竟然只是一些幸运的巧合，就是这种生命的偶然性，让他事后感到无比的恐惧。他意识到，如果不是那天运气好，他可能就真的不在了。这也逼得他开始去寻找一个方法，一个能系统性的管理自己情绪剧烈起伏的实用方法。为什么他这么迫切需要一个系统？因为 Tim 有家族遗传的躁郁症。他解释说，一个普通人一生当中大概会经历6到10次重大的忧郁期，但他自己呢，到今天为止，这个数字是超过50次。这个数字真的有点惊人，但这也给了他大量的实战经验。他就像一个拳击手，在一个漆黑的擂台上，跟忧郁这个对手真枪实弹的打了超过50个回合，而且他还为每一场比赛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所以他今天要分享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成功学，而是一本从谷底血泪中写出来的避免自我毁灭的实用操作手册。好，那重点来了，他到底找到了什么解法？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找到的不是什么最新的心理学技巧，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一个他称之为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现代高压环境的心灵作业系统。这个系统就叫做斯多葛主义，英文是 Stoicism。我知道听到这个词，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可能是星际争霸战里那个完全没有感情的史巴克，或者是像画面上这头在暴雨中无动于衷的牛。但其实这完全是个天大的误解。斯多葛主义它并不是要你压抑情感，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石头。正好相反，它是一套非常实用的行动哲学。它的目标是要让你在高压的环境下不只存活，而是能茁壮成长。那它的核心概念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训练自己去区分你能控制的事跟你不能控制的事，然后把你100%的精力都专注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比如说，你上班塞在路上，你能不能控制前面的车流？不行。但你能不能控制你在车上听什么音乐，用什么心态面对？可以。这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核心。
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东西听起来好像很硬、很学术，真的吗？但其实，斯多葛主义一直是历史上许多顶尖人物的秘密武器。像是美式足球 NFL 史上赢得最多超级杯冠军的传奇总教练 Bill Belichick， 他就用斯多葛主义来训练球员在高压下的心理素质。甚至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美国的开国元勋，像是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他们也都是斯多葛哲学的忠实学生。华盛顿甚至还在独立战争最艰困、最绝望的时期，为他的部队排演一出关于斯多葛信徒的戏剧，来激励士气。你想想，为什么这些行动派的巨人都如此推崇这个古老的哲学？答案很简单，因为它真的有用。好，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这句话。这句话是在2004年 Tim 人生另一个低谷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当时，他一位年纪相仿的好朋友突然因为胰脏癌过世，接着他以为会结婚的女友也离开了他。同时，他刚创立自己的第一间公司，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一周7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形容当时的生活是每天要靠兴奋剂来开机，再靠镇定剂来关机，生活完全是一场灾难。就在这个时候，他再次读到了塞内卡的这句话，这次的感受完全不同了。这句话引导他接触到一个叫做 Premeditator Malorum 的斯多葛练习。没关系，这个拉丁文听起来很复杂，但概念超简单，意思就是预想恶行。白话一点说，就是详细的、具体的去想象那些你最害怕的、让你不敢行动的最坏情况。但 Tim 很快就发现，光用想的没有用，他的脑袋就像一只静不下来的猴子，会四处乱窜。所以他决定把它恐惧设定法 （Fear Setting） 就像我们一般熟悉的目标设定法一样，只是我们设定的对象从目标换成了恐惧。这个练习说穿了就3页纸，超级简单，但威力强大。第1页，你要定义你的梦魇，思考如何预防它，以及万一真的发生了，该如何补救。第2页，你要列出你采取行动之后，即使只是部分成功，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第3页也是最关键的一页，你要去计算不作为的代价，也就是说，维持现状的真实成本是什么。接下来这部分超级重要，我们会用 Tim 本人当初的真实案例，一页一页带大家走过一遍。好，我们来看第1页，中间这个标题是如果我会怎么样呢？这个空格你可以填入任何一件让你焦虑、让你卡住的事情。对当时的 Tim 来说，这件事是如果我离开我的公司1个月，去放4年来的第一个长假，会怎么样呢？首先，在左边定义这一栏，你要逼自己尽可能的写下10到20个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例如 Tim 当时就写下：1. 我去了伦敦，结果那里一直下雨，害我得了忧郁症，整趟旅行完全泡汤，浪费时间又浪费钱。2. 我会错过国税局寄来的信，然后被查税，公司可能因此倒闭，我会破产。好，写完最糟情况之后，我们移动到中间这一栏预防。针对刚刚写下的每一个最坏情况，你要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防止它发生，或是至少降低它发生的几率。针对第一个在伦敦得忧郁症的恐惧， Tim 的预防方法是，我可以带一台可携式的蓝光治疗仪，每天早上用15分钟，这个在医学上已经证明能有效预防季节性忧郁。至于国税局的问题，解决方案更简单，他只要上网花个几分钟，把国税局档案上的邮寄地址改成他会计师的地址就好了。你看，当我们把模糊的恐惧写下来，问题瞬间就变得超级具体，也变得超好解决，对吧？最后，我们来看第1页的第3栏修复。这一栏要问的是，如果最坏的情况，尽管我做了预防，它还是发生了，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损害，或者我可以向谁求助？针对忧郁症， Tim 想，如果真的心情不好了，那大不了就花点小钱买张联航机票飞去西班牙晒晒太阳嘛。至于国税局，如果真的不幸被查税，他可以马上打电话给一个律师朋友寻求建议。
当你在做第一页练习时，可以问自己一个非常强大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比我笨、比我没毅力的人成功解决过这个问题？答案几乎永远都是肯定的。好，第一页完成了，我们接着看第二页。这页相对轻松一点。这一页要你思考的是，即使只是尝试或只有部分成功，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夸大风险、放大恐惧，这是一种从远古时代演化来的生存本能，叫做负面偏误。但这个本能常常让我们严重低估了采取行动的潜在收益。所以，花个10到15分钟，保守的评估一下，采取这个行动是不是能增加你的自信心，学到一项新技能，还是能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在情绪上、财务上又可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好，接下来这一页，请大家注意听。Tim Ferriss 本人说，这可能是整个练习里面最重要也最震撼的一环，但同时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部分，那就是直视不作为的巨大代价。我们人类其实很会吓自己，很擅长想象如果我尝试新事物，可能会出什么错。但我们很少反过来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改变，就这样维持现状，那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呢，在第3页纸，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逃避这个行动或决定，而且以后也一直逃避类似的决定，那么在6个月后、1年后、3年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要逼自己尽可能写得详细，包含情绪上、财务上、身体上等等，把那个你不想看到的未来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当 Tim 自己做这个练习时，他描绘出的景象真的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他看到自己持续在用药物麻痹自己，公司随时都可能崩溃，人际关系不是非常紧张，就是已经破裂。他这才突然意识到，对他来说，不作为的风险远远大于采取行动的风险。那个看起来最安全的维持现状，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选项。那根本不是避风港，那是通往地狱的单程票。这才是他真正的梦魇。OK， 我们已经完整走过恐惧设定法的3个步骤了。那问题来了，当 Tim 做完这3页纸的练习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看看这个练习带来多大的转变。当他把3页纸摊在眼前，做了一个最终的计算后，结论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如果我们用1到10分来评估，1是影响极小，10是影响极大。他发现采取行动的风险，也就是他去放假可能造成的痛苦，大概只有1到3分，而且这些痛苦都是暂时的、可逆的。但是采取行动的潜在回报，对他人生可能带来的正面改变，评分却高达8到10分，而且是永久性的，足以改变人生。这个风险报酬比，你说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他就去了。结果呢，他所害怕的那些灾难没有一件发生。当然啦，旅途中有些小插曲，但都不是什么大事。他成功的把自己从公司的瓶颈中抽离出来，而那趟原本只计划1个月的旅行，最后竟然延长成了1年半的环球之旅。而这段经历就成了他第一本，也是改变无数人生的畅销书，1周工作4小时的基础。可以说，他后来所有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甚至是他避免掉的那些人生灾难，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次的恐惧设定练习。好，为了证明这套思维不是只有 Tim Ferriss 这种人才有用，他分享了他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 Jerzy Gregorek。这个人的人生履历真的，你拿出来看会吓到，根本是电影情节。他是世界举重世界冠军、奥运选手，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曾经是波兰团结工联的成员，因为参与非暴力社会运动而遭到政府暴力镇压，失去了工作。他的导师甚至被虐杀。当他自己也受到威胁时，他面临一个选择：留下可能意味着死亡，离开则是一无所有。他选择了后者，跟太太逃离波兰，最后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但现在
他住在加州一个很棒的社区。Tim 认为，在他见过的上万人中 ，Jersey 在成功与快乐这项指标上绝对能排进前10名。那重点来了 ，Tim 有一次就很好奇，传讯息问 Jersey 说：“你有读过斯多葛哲学吗？”结果 Jersey 回了2大页的讯息，说他不但超级熟悉，而且在他人生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他需要捍卫原则、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都在使用斯多葛哲学，而且用的方法就跟 Tim 的恐惧设定法几乎一模一样，这让 Tim 非常惊讶。Jersey 最后分享了他的座右铭，我觉得这句话完美总结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轻松的选择通往困难的人生，困难的选择通往轻松的人生。那些我们最害怕去做、去问、去说的困难选择，往往正是我们最需要去做的。好了，我们今天的分析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最后，我想把今天学到的所有东西浓缩成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不只问你，也问我自己的问题。在你现在的生活中，在哪个领域定义你的恐惧可能比定义你的目标来得更重要？是你的事业、你的感情、你的健康，还是你的人际关系？那些你一直在逃避的困难对话，不论是在你脑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才是解决你最大挑战的那把钥匙。请永远记得塞内卡的那句话：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往往多于在现实中。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现实，而是自己脑中的想象。第二，透过恐惧设定法的3页子的练习，我们可以把模糊的焦虑转化成具体的可管理的行动方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作为的代价往往远高于我们采取行动的风险。直面困难的选择，才能通往真正轻松的人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哦，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